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裁员，领导逼我离职，现在经济状况不好，老板都要破产了，我家破产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爸，屁话，等着，你哥马上到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我哪个哥呢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妈去世的早，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，被老爸和2个哥哥保护得严严实实。我一毕业，我爸又给我安排上了，给你分个项目组，你当组长，想要多少工资跟你2哥说。别，空降兵最讨人厌，你是不让我做人了。于是老林同意我去老家的分公司工作，还答应我绝不插手，直到领导说要裁了我。周一早会，总经理突然通知要竞聘裁员。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尤其像我们公司，业务多，体量大，老板都要破产了。说着指着新人，包括我，说道：你们3个来公司不到1年，考察期更要有紧迫感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歪歪头，还在状况外。同期生举手表态，争先恐后。钱总放心，我一定为钱总马首是瞻。月亮不睡我不走， KPI 不超额完成，我自请扣工资。我也是向钱总看齐，困难没有办法多，工作再难也要上。这氛围像极了开市前的美容店，就差鼓掌跳操了。所有人都看我，我眨眨眼，百思不得其解。钱总，老板说过，不希望大家都加班，毕竟加班费比工资还高。几位老人捂嘴偷笑，新人投来可怜的目光。我知道他们的意思，哪有老板不想员工加班的？可老林真不想员工加班啊。我小的时候，公司资金出了问题，我妈不分日夜的加班，把自己家没了。自此之后，老林痛恨加班，如恨杀妻仇人。钱总嗤笑：林雪是吧？我对你印象很深刻呀。上班不穿正装，下班第一个走。上回 Linda 喊你开会，你怎么说的？我打过卡了，再见。他皮笑肉不笑，鼓掌道：好大的派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大老板的女儿呢。啊，我这就暴露了。我刚要解释，又见到他狠狠地拍桌，拿出文件夹砸在桌上，啪的一声，所有同事都不敢动。项目部经理翻开文件夹，手都在发抖。你看看你们部门。钱总背手，拿鼻孔看人道：这个月 KPI 好看吗？出勤表好看吗？这样的工作态度怎么能行？这就叫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，都跟着林雪学坏了。彭经理平时对我们很好，前几天赶项目书，他还自费请我们吃晚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和孩子视频，小孩子口齿不清，喊着妈妈回家，想你，真的太可怜了。他弱弱道：可是我们部门 KPI 都完成了，也没有人迟到早退。彭经理，钱总又拍桌子：你是老人了，咱们以前为了项目上线，那可都是几天几夜不回家的呀，连你也对自己放松要求。哎，看来确实是不得不裁员了。他叹气摇头，好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，其实就是欺负老实人。公司现在稳步发展，又没有特别急的项目，最重要是不要出错。忙中出错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，说白了，他就是杀鸡儆猴，要惩罚我跟他顶嘴，离间我和同事们的关系。彭经理，你前年刚休了产假，公司也很体恤，没有让你提前销假。这次裁员，我就不好再偏心了。你呀，为了孩子和房贷，好好考虑考虑。转头又冲向其他同事。林雪这种不思进取的人是反面典型，你们也考虑考虑该怎么办。他那双眯眯眼
眼露金光，像只精明的胖老鼠。同事们低下了头，好像都认可了他的话，只是骂我就算了。这种人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我懒得计较。问题是他扑员工，还暗示产妇不要休产假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司的名声可就毁了。您等等，我干脆站起来和他面对面道 ：KPI 由总公司多次会议确定，您说超越就超越，是说总公司考虑不周吗？产妇158天休假是国家赋予的权利，又怎么算公司的体恤？更何况你的发言也代表不了公司的态度。合理安排工作时长，适度奖励刺激，比负向压力更能解决问题，能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积极性，是企业的长远发展的关键一环。我指向门口的图书角，那里面写的，图书角里摆了10几本一模一样的书，封面上写着文娱管理思考，是一本研究中国文娱产业的学术书籍。重点是这本书的作者是林博，老林的儿子，我大哥。书壳上他抱胸侧身，标准的成功人士姿势，名字后头跟着后缀仲坤集团大公子。老林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个博士儿子，各分公司都发了3本，只有我们分公司老钱自费又买了10本，放满书架。钱总气抖冷，低头的同事中传出一声偷笑。钱总眯起小眼，搜寻了半天没找着源头，他气急败坏地拍桌，谁在笑就和林雪一起滚。全场安静。这时道，找工作不容易，社畜最可怜。为了同事们，我不再顶嘴。会议结束，同事们快速挤出门，我打开手机，手指啪啪啪快速打字。老爸，咱家要破产了，我领导说要裁员，第一个裁我。嘟嘟嘟，老爸的视频电话。趁没人注意，我躲进楼梯间，老爸的大脸出现在屏幕里，他趴在床上，爽得嗷嗷叫。大白天的，竟然在码杀鸡，我看哪个王八蛋敢裁你。丫头，别怕，你哥已经过去了。啊不等我回话，他就挂了。爸，你还没说哪个哥过来呢。第2天中午，我从厕所出来，办公区空了，人都去哪了？我打开手机，发现彭经理单发我一条信息：小老板来了，正在开会，老钱不许我们通知你。别说我说的啊。小老板？哪个小老板？我推开门，深鞠躬道：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抬头，哦，是我二哥，公司现在的 CEO， 正经总裁。林涛平时在家都是齐刘海，柔顺的黑发特别乖顺。我小时候最喜欢抓他的头发，这会儿他把头发抓翘，露出饱满额头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气质大变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他身后坐着5个人，都是熟面孔，换句话说，都是最信赖的自己人。不好意思，涛总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，不懂规矩。钱总陪笑，手掌划拉，叫我进门。我钻进角落，同期生给我留了座位，2个人都朝我使眼色，周边同事也都压低了头，偷偷看我。这个项目书只是草案，还请涛总指教。屏幕上几个大字：博物馆合作案初稿。漂亮，这是上次总结会我提交的计划书，当时被贬得一无是处。钱总说我罔顾市场，计划缥缈，一点看不懂公司年度计划，难怪不让我参会，剽窃我的计划书，还怕我当面给他难堪。我瞪着老钱，老钱瞥我，不屑一顾。只是他不知道，封面上的底图出自老林的摄影作品，是在我毕业那天一家4人的合照。我截取了照片一角，群雁起飞，寓意梦想腾飞，正合适。
这张照片只有我家兄妹3人才有。二哥机不可察地看我，我也会一眨眼。同事们窃窃私语，身旁的同期生戳我：林雪，是你之前做的计划书。另一个同期生扶正眼镜，小声念道：叫你不要跟他对着干，你非要针尖对麦芒，跟领导对着干，能有什么好处？这姑娘是个碎嘴，说起话来没个停，要你说2句漂亮话，又不是真要这么做，不会掉肉。他们俩不是坏人，不过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我刷刷动笔，写下一行字：一切获得皆有定价。碎嘴姑娘忘了压低音量，愤然道：他这是无本万利，吵什么呢？钱总瞪过来，碎嘴姑娘跟被针戳破的气球似的，头低到胸口，小声念道：完了完了。PPT 还在往后翻，钱总侃侃而谈：我们可以与各地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，培育我们自己的设计团队，设计周边营销，一方面能带动博物馆、纪念馆的客流量，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。好家伙，当初我解释半天，这家伙说我好高骛远，纸上谈兵。这会儿倒好，他说的一字不落，好像是他熬夜做出来的，照抄照搬，太不讲武德。我气得发抖，没抓稳笔，钢笔落在瓷砖地板上的声音清脆响亮，吸引所有目光。我的表情看起来一定很可怕。彭经理不动声色朝我摇头，要我忍忍。项目部的同事递过来一杯水，小声劝我别冲动，从长计议。我一口灌下，和林涛视线碰撞，他挑眉，机不可察地点头，转向钱总道：是个好想法，那怎么和博物馆建立关系？是否有计划？这是个伪命题。大哥林博和博物馆的馆长们都是朋友，哪还用我们计划？钱总挠挠不多的头发，额头滴下冷汗，转而盯着我，像找到救命稻草，眼睛都大了2分。这件事我已经派出最得力的手下去做市场调研。他指向我道：林雪，接下来就由你来给林总介绍介绍。老油条，干活不行，丢锅一个顶俩。还好我耳濡目染，听大哥絮叨了不少文娱产业联合的事儿。我起身，把我知道的博物馆都数了一遍，捡了几样闻名于世的藏品，把前世今生都介绍了一遍，又说了一通馆长们的履历和兴趣爱好。我相信以我们的诚意和了解，一定可以打动馆长们。鸦雀无声，同事们瞪大了眼睛，钱总更是合不上下巴，说得好。二哥带头鼓掌，眉飞色舞，同事们终于回过神，掌声轰鸣。二哥指着我说：这个项目就由你带头，项目组的人自己选。钱总伸手张嘴，显然有话要说。二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：钱总，计划书很好，有前途。玻璃门已经关上，钱总激动地鞠躬，大声道：谢谢林总。他搓手，眼冒金光：我拟个名单，林雪，你去找林总要人，想趁机塞人，到时候又是你的功劳。想得可真美，反正是找我哥要人，到时候就说是林涛不愿意给人，不就得了？我装作乖巧，点头道：好的啊。我住在爸妈从前的小屋，距离公司很近，骑上自行车，穿进一条小巷，绕上5分钟就到。老式筒子楼，连单元防盗门都没有。2楼，我住的那间，亮着暖黄灯光，窗帘上印出一个高大身影，套着围裙，端着一盘菜。大哥来了。妈妈去得早，老爸又忙工作，辅导功课，做家务一直是大哥的拿手活。
博物馆的案子交给你了。老大明知故问，将糖醋鱼在我面前推了推，我咽了口水，乖乖点头，边吃边聊。他发话，一桌子都是我最爱吃的菜，我从小最怕他，脸都埋进碗里，不敢吭声。哎，大哥叹气，金丝眼镜都起了雾。他一边擦眼镜一边念叨，让你多读书，考个研，你非得上班，公司环境多复杂呀，被欺负了吧？一块粉蒸肉落进碗里，我吃着热乎乎的饭菜，想起在公司受的委屈，不自觉眼眶发热。大哥从来不会安慰人，他递过来 iPad 播放视频。青铜器是我国历史长河重要一笔，早在龙山时代，镜头顺着黄河来到山东，从现代城市的车水马龙到模拟新石器时代的动画，一个个青铜制品被打造使用，文化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大哥按下暂停，我们准备从青铜器系列出品，这里列出的3种是我和设计师挑选出的经典款，会做成大中小3款，跟随电视台的节目来一波宣传等等。我拍拍胸口平复情绪道，你都定好产品了，节目营销也谈好了。大哥还是板着脸，样品都做出来了。他拎起手机，我这才看见他的手机链，青铜色4方顶，放在掌心小小一个，稍微偏光，能看见细致的兽面纹。被林博这样学究拿在手里，也不觉轻浮。我叹气道，你全都安排好了，我现在不成了窃取成果。窃取？老大皱眉，妹妹拿哥哥的东西能叫窃取吗？你是不把我当一家人吗？他又拿出大家长老学究的气势，拍着桌子瞪我。我一下子哑炮，心里还是不舒服。再说了，我只是做好了产品，项目能不能上线还远得很，成本算了吗？盈利模式、创收群体、长尾模式都没弄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成为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？当然不是。我梗着脖子，啪地放下筷子。我现在就把计划书做给你看。半夜，我打着哈欠出房，餐桌留着一盏灯，饭菜都被保鲜膜封住，阳台上挂满洗好的衣服，桌上有张便利贴，文字俊秀，想做就放手去干。我有了自己的项目组，组里的人却不听话。张杰以前是老钱的秘书，公司的老人都说他和老钱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我惯常讨厌背后嚼舌根，看他学历高，入司时间长，经验丰富，才把人留在了组里。这个我不会算。组长，我给您列个表，您来统计吧。张姐涂抹口红，漫不经心道，看来也是个混经验的。我叹气道，您是我特地从成本部调来的老人，成本表都不会做，那我要你干嘛？我不管。他甩开长发，敲起二郎腿，来都来了，有本事去跟小林总说换人呐。成组没2天就换人，只能说明领导能力不足。他料定我不敢说话，干脆撕破脸，掏出手机。 Unbelievable， 消消乐的声音都没有关。大哥二哥帮我这么多，总不能还麻烦他们。我咬咬牙，找到同期新人季月，我拉住他，再喝一杯茶。茶水间只剩我们俩人，我偷摸把 U 盘塞进他的手心，装作在喝茶。我记得你是学会计的，麻烦你帮我算个成本。季月要拿出 U 盘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口袋，压着嗓子喊，别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公司的成本表我都下载好了，每个公司的合作方不同，成本自然也不同。成本表是机密文件，成本员工的工资也都很高。季月拿着这玩意儿，工资翻倍也是正常。果然，他没再动作，
笑嘻嘻道：“成，我下班弄。有了季月帮忙，项目进度果然快了许多。大哥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早点回家，他要给我把关。”凑在书桌前，他眉头紧皱，盯着屏幕，已经盯了半个小时，还没翻页。大哥，咋啦？我死活没看出成本计算这块有什么问题，额头一痛。大哥敲我脑门道：“项目经理得亲力亲为。”我还没懂哪里有错，大哥已经翻页，指着产品线一栏：“起步最难，要突出特点，不要着急铺开，要先做出一款无替代性的商品，再延伸开来。”他敲打出产品2个字，摇摇头，干脆把中间10几页 PPT 删除。那手速快的，我挨了3声，愣是没阻止成，重新做。大哥陪你。熬鹰战术又来了，我瘪着嘴乖乖接过鼠标，新建页面，熬夜到凌晨3点，早晨8点半的闹钟居然没响。鸡蛋饼的香味把我勾起来。林博一身家居服，顶着熊猫眼打哈欠：“快洗洗，鸡蛋饼都给你做好了，我要再补个觉。王叔在楼下等你。”王叔是我们家的司机，床头钟指向9点。妈呀，我就算会闪现也迟到了。一番洗漱，我咬着鸡蛋饼钻进轿车，车子进入地下车库。我推开车门，证件前总搂着张姐路过，3个人面面相觑，钱总的手还搭在张姐的屁股上。王叔放下车窗：“小。”我瞪他一眼，他反应极快，本来要说的小姐改成小雪。小雪，我先走了。王叔走了，钱总眯眼看我，目光轻佻，停在我短裙下的双腿，轻笑道：“身材挺好。”张杰也笑盈盈揶揄我：“平时装清高，搞了半天有干爹啊！”哎，钱总状似制止，电梯门倒映出他猥琐的笑容。他走进电梯，当着我的面捏了把张姐的屁股。张姐嘤咛一声，倒在他怀里。钱总满意点头：“平时让你多读书吧。”那是读1声吗？读4声。干爹，2个恶心的家伙以为别人都跟他们似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要不是赶着打卡，又没别的路可选，谁要看你们狼狈为奸？我挤开他俩走向办公室，背后传来银铃般的笑声。林博和林涛带着我寻了3家工厂，报价都比公司成本表上的价格低，最低的砍了将近1半。林涛怒极反笑：“呵呵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们回去不要打草惊蛇，我非得把这群渣子全滤出来。二哥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”我和大哥默契不出声。夜里，我跟大哥穿着睡衣，窝在沙发看青铜器纪录片，正看得入神，手机铃声大响，吓人一跳，是钱总。大哥示意我开免提：“小雪啊，我在跟粤语公司的人谈合作，合作案忘了带，我记得你那有一份吧？谈合作不带合作案，这人在搞笑吧？”我2声。那好那好，海盛酒店888号包厢，快点把文件送过来。他的也不等我回复，他就挂了电话。莫名其妙，我起身找出文件夹，确定材料齐全，套上风衣就准备出门。你等等，换件正经衣服，像什么样子？大哥拿上钥匙，我送你去。粤语是一家营销公司，我以为他家的总经理应该是个大背头、西装革履的文化人，哪知道大相径庭，肥胖、脱发的中年男子坐在主位，眯着眼看我，他的右手搭在身旁女人的大腿上，上下摩擦。我刻意忽略男人猥琐的目光，直走向钱总，递上文件。钱总不接，笑脸介绍身边的男人：“
这是粤语的张总，快打招呼，这是要拿我当礼物，送上合作商的床呀，老娘不奉陪。我放下文件就走，钱总抓住我的手腕，笑呵呵道：这是小雪，国外名牌大学刚毕业的，我跟您提过的那个。两个人挤眉弄眼，张总长哦一声，站起身，国外回来的，肯定开放。男人肥腻的双手抓住我的手，看起来像握手，却一直摸我掌心，胃里一阵翻涌，仿佛有千万只小虫从手心钻进骨髓。我咬牙，硬抽出手。粤语公司是业界著名传媒，一手做起来的文娱产品没有20，也有15，是新兴传媒公司里势头最猛的。我不敢得罪这种大公司，只能忍住恶心，想办法脱身。我主动倒上白酒，一饮而尽。张总，这杯给您赔罪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有事，还得赶回去，家人在楼下等着呢。下次一定陪您喝个尽兴，有人等着。这话已经是半威胁。张总当即垮脸，干笑2声，重新坐回位置。女伴依偎上来，被他推得身形踉跄，一时场面尴尬。我转身要走，忽然衣领被拉住，重心不稳，向后摔倒，只觉得脚踝一阵钻心疼痛，紧跟着肩膀也痛起来，撞在一堵肉墙。钱总的声音在耳旁响起：赔谁不是赔，装什么贞洁烈妇，有病吧你！我没忍住怒吼出声。钱总指着我鼻尖，眉毛上挑，污言秽语还没说出口，那只手指被握住向手背撇去，得意嘴脸瞬间扭曲。钱总单膝跪地，疼！你谁啊你？林博穿的是休闲套装，架的是大黑框眼镜，连头发也软塌塌垂着眼帘，全然没有著作封面的精英样子。难怪老钱没认出来，可对面的中年胖老板认出来了。他松开扶着我肩膀的手，双手高举过头：博总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人。博总，老钱狐疑，哪个博总？他眯着眼睛，还未凑近，又是啊的一声，另一只腿也跪在地上。林博手上用劲儿，眼里根本没有老钱。他板着脸看向中年男人：张总，原来您跟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么谈生意的。他眯眼歪头扫过一众女客：这些人是你们的还是我们家的？中年男人擦掉额头汗水道：外头的都是外头的，我哪有这胆子。这会儿钱总也认出来林博，就这姿势鞠躬，头低到地面：博总，我就是让小雪敬杯酒，没别的意思，你怕是当我瞎？老大看着文质彬彬，初中那会儿也当过校霸，打起架来可不手软。钱总又是哎呦呦一阵呼痛，我拽住大哥袖子，摇头，小声提醒：二哥可是刚说过不能打草惊蛇。老大松手，气呼呼的拉起我就走。身后一屋子人惊恐未定，尤其是钱总，趴在地上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我的2位哥哥，一个直来直去，一个口蜜腹剑。钱总本事大，2个都惹了，博物馆案还是谈下来了。大哥、二哥一起去找粤语公司的董事长谈判，酬金还少付2个点。电视台的人到公司来签约，合作席两边各3个位子，对方坐上来的是台长、制片人、导演。林博和林涛自然在台上。钱总按着我的肩膀，把我压在位子上：小雪，放轻松。闪光灯哧唰闪，我的眼睛睁不开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都不知道电视台的领导们什么时候走的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博物馆合作案进行得很顺利。二哥拍手道：林雪，你是项目负责人，
准备一下，明天带上你的组员们到总公司汇报成果，董事会都在。同期生跑来恭喜我，我的组员却有好几个在和钱总眉目传情。二哥也不是傻子，他拍桌子笑道：“只能带个3人去，老规矩，你定名单。嘴硬心软的碎嘴姑娘是一定得带的，还有组里的设计师和产品经理，这就满员了。”我掰着手指头，忽然有人拍我肩膀：“带上我。”钱总挡唇说道：“你和博总的关系，我帮你们保密。”他用手指划过嘴唇，做拉链状，嘴角上扬，仿佛事情尽在他掌握中。这回我没再忍着，干脆当场拍桌，砰一声，所有人都看过来，等着看我要干嘛。二哥在玻璃门外也停下了脚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：“季月、小江、李工，就定你们3个了，都好好准备，开工没有回头箭。”所有人都听见。二哥隔着玻璃点头，这下子没有操作空间了。钱总堆着笑脸，嘴角抽搐，愣是等到二哥走了才发作。他当众拍桌道：“你长本事了！”我也干脆掐腰。博总让我选人，我选了人了，有问题。项目计划我做的，成本季月做的，设计小江做的，统筹理工做的，还有谁比他们贡献更大？钱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终于口不择言：“你一个睡上来的婊子有什么贡献？你那个计划书恐怕都是博总代笔的吧？我要跟董事长告发你勾引少爷，你等着在行业内发烂发臭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我再不解释，对我、对公司都是巨大的打击。”我赶紧伸手：“等等！”我站在人群中央，咽口水道：“首先，林博是我哥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钱总哼笑：“还认哥哥妹妹，真会玩。不是，是亲哥。不信我把林涛拉来证明。”季月从外面进来，尴尬的挠挠头，小声道：“涛总已经下楼了。”擦，跑这么快！我按了按太阳穴，深呼吸道：“计划书是我做的，林博只是提意见。”钱总又吃得笑出来，直摇头：“我是真没想到，有一天我需要证明我哥是我亲哥。好吧，我决定妥协。钱总，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想多一个人没什么关系。”我们一行人到达总公司，钱总冲在最前，他倚靠前台干咳，引得前台小姐姐疑惑看他，又理了理并不褶皱的西服领子：“我们是江州分公司来的，薛总。”小姐姐站起来，慌张朝我鞠躬：“有什么吩咐？”钱总睁大了眼睛，另外几个同事也惊讶地看向我：“感情我那天说的话你们都不信啊？”别，我不是总，就是江州分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。我伸手介绍钱总：“这位是江州分公司总经理，是他找你有事。”钱总还懵着，小姐姐双手放在身前，微微弯腰，毕恭毕敬地看向钱总。他了一声，目光在外我和小姐姐之间流转，气势弱了半截，半信半疑道：“我们要去19楼会议室，需要通行卡。总部大楼23层，每一层对应的业务部门不同，有些还是机密研发部门，每个人的通行卡权限不同，能去的楼层就不同，包括进入电梯间也有一道关卡，扫描通行卡才能进入。当然，有些人不需要通行卡。”薛总，小姐姐有些为难，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我眨眨眼安抚道：“没事，给吧。”钱总接过通行卡，小姐姐站在柜台里歪头，满目狐疑。钱总回头看见他还站着目送我们，也是皱眉疑惑。只有季月激动地抓紧了我的胳膊，压着嗓子尖叫：“
你真是大小姐。像是回应他这句话，到卡旁的保安顺手就扫开道闸，对我鞠躬道：“雪总好。”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显然做过无数次。身边走过的老员工都匆匆点头，对我喊道：“雪总早。”我其实来的不多，都是穿着学生装束，不如两个哥哥西装笔挺，员工们都不怕我，笑呵呵的搭话：“雪总来找林董还是涛总？雪总今天这衣服真干练，好看啊！”钱总默默后退半步，不自觉躬身，擦拭额头细汗。没有，我摆摆手，故意伸胳膊，把钱总让到前面。今天陪分公司老总来汇报工作，人群的目光毫不掩饰地扫描钱总，他像是被扒光衣服，缩了缩身子，电梯一来就钻进角落，想把存在感降到最低。我按下19层。有人立刻反应过来，呀，今天开大会要表彰的就是你呀！博物馆案是您做的，好厉害，虎父无犬女啊！这句玩笑话引得电梯里的人哈哈大笑。我看了一眼钱总，谦虚道：“还要多谢我大哥，计划书他给了许多意见，个个都受益匪浅。别谦虚了，博总是学术派。真要促成合作，还不是您统筹工作、跑项目？”一瞬间，胸口涌上一股暖流。总公司的人不用经历都能猜到的事实，在江州却是800张嘴也讲不清楚。亏好我真是大小姐，我要是个普通女员工，还不得被钱总冤死？我笑道：“是整个项目组的功劳。”说着，我让出半步，从人群中拉出项目组的同事们，让他们站在中央。这里不乏下属产业的负责人和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，要是能混个眼熟，有机会把我的组员们提拔上来，那可太好了。董事会的人真的都来了，往日和蔼的叔伯们今天都板着脸，好像不认识我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会议桌的中央架着一台小型摄像机，指示灯闪着绿光，说明已经开始直播。每层楼的大屏现在都能看见这边的情况。我规矩地找了个后排的位置，把江州分公司的位置留给钱总。你去坐。钱总捂着嘴小声说，这种正式场合很重视职位高低，我一个小职员凭什么坐上去？我皱眉摇头，无论他怎么拉就是不挪。拉扯间座椅摩擦地面，发出滋啦一声巨响，所有视线都被吸引过来，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，如履薄冰。嘎吱，门开了，黑色皮鞋踏进门。钱总，这位子该是你的，你就坐。老林的声音还是一样浑厚。林博和林涛跟在后面，分站两边。唰的一下，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林董好，坐下坐下。老林摸着胸脯笑嘻嘻道，搞这么大阵仗，吓死人了。熟悉老林的人都知道，他年轻时的外号叫江州虎。这个虎可不是说他凶猛，而是笑面虎的意思。他坐上 C 位，示意林涛坐上汇报席，就在钱总的座位对面。钱总看老林面容和蔼，松了口气，下腰钻到了位子上。大哥路过我身边，拍我的肩膀，凑耳道，待会儿别说话。10分钟后，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林涛打开 PPT 汇报博物馆案进度，顺便把江州分公司1年业绩也展示了。这本是钱总的事，现在他代劳，大家都以为是给我铺路，不住偷看我，倒是替钱总惹了几分同情。这计划案本来就是我做的呀！我心中愤愤，想要争辩，转念想到林博的话，又被他瞪了一眼，才咬住唇，退回座位。呵呵，小钱是江州的老人了。老林笑出褶子，叔伯们纷纷低下头，
不自觉搓手抖腿。老林撑着下巴，鹰隼样的眼睛盯着老钱道：“你说一说江州的情况吧。听材料上说，咱江州分公司可是如日中天呀。”哈哈，老钱坐直回道：“各位老总谬赞。”老狐狸们微微侧目，没想到这人毫无防备，真当老林在表扬他。咱们媒体公司打印的材料多，但这些图文材料的成本其实很低，所以我就多跑几家对比对比。钱总煞有其事地介绍起经验，越说越兴奋，脸都红了。啪！老林忽地拍桌，钱总话说到一半，吓得打出一个嗝。自我到江州至今已有3个月，江州分公司谈成并进入宣传期的项目有2个。钱总打嗝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到林涛的汇报，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打在每个人心上。屏幕上出现一张又一张发票扫描页，还有银行流水，每一笔流入合作的钱，公司流出的钱都清清楚楚，罪证确凿。老钱抖如筛糠，嘴巴张合道：“林董，我可以解释，这个甩锅大师恐怕脑子里已经出现一份名单，都是敢怒不敢言的下属，一个个替死鬼。”然而林涛并不给他机会，影音软件弹出，黑漆漆的画面出现一条曲线波动。钱总暗示我们，不给返点就接不到这个活。所谓招标，决定权都在他手上。我们请他吃了许多饭，还是不够，要去唱歌、按摩，还要人陪，才勉强点头。这些声音都经过处理，听不出是谁说的。钱总面目青紫，放在桌上的拳头捏得咯吱发响。别放了！他忽然拍桌，目光划过林涛、林伯和我，最后落在老林脸上。他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，怒向胆边生，指着老林吼叫：“不就是我挡到你女儿的路了吗？至于做得这么绝？你是大老板，你要我给林雪让位，我还能不给不成？”这理直气壮的模样，好像他才是受害人。老林哈哈一笑，突然发作，砰的拍桌，会议桌都在颤抖。老林气势逼人，桌子上下的所有人都低下头，钱总更是吓得跌坐在椅子上。呵呵，博物馆的案子林雪做得很好，当然要提干，跟你个老杜虫有什么关系？他走到林涛身边，伸手一叠文件交到他手上。老林看都不看，一张张往桌上拍。利用职权贪吞公款，在公司乱搞男女关系，威逼下属，抢夺功劳，钱有财，这些年你干的事儿还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办你，就是要当着全公司的面杀鸡儆猴。老林正对镜头抻直衣领，叹道：“各部门回去自查自纠，只要改正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”林伯，他转身拍在大哥肩膀：“清查这事儿就交给你，有什么不清楚的问林涛。他事情多，不能把时间都耗在这儿，事情就这么拍板。”老钱嘴巴张合，没想出反驳的话。解聘合同已经放在钱总面前，老林半边身子已经出了门，想想还是回来，走到镜头面前，说话也温吞下来：“各位同事，林雪，我女儿，你们都认识。她大学毕业，自己要求去地方公司学习，我本来觉得没必要，现在觉得很有必要。没有在基层工作的经历，就不能了解职工们奋斗的艰辛，也没办法真正考虑整个公司机构的成长。”几位老人捂嘴偷笑，新人投来可怜的目光。人我老了，只想着拉自己的儿女一把，差点忘了公司不是我们一家的，还应该是庇护全体员工的港湾。感谢各位这么多年和我们共进退，还望此后继续信任我们。
老林鞠躬，头顶朝着镜头，银色发根看得清清楚楚。一旁的钱有才头都要埋进桌子里。钱有才承受着注目礼离开大厦。我挽住季月，发现拉不动，他和另外2个同事站在原地，半低下头不动。林总，他们齐刷刷说道，我就算真升职，你们还是我的战友啊！我执意拉他们去搓一顿，楼下的意面可好吃了，我请你们。外头阳光正好，意面和蘑菇汤冒着热气，喝下去整个身体都暖乎乎的，就像我此刻的心。我喊来服务生结账，服务生指着玻璃墙，墙外老林微笑着跟我们挥手，那位先生付过钱了，留下一张便条。我接过便签纸，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，永远保持赤诚。后来我还是回到江州分公司，做上了区域总经理，还提拔了彭经理、季月和一众帮助过我的同事们。老林退休了，林涛接过重任成为 CEO， 林博也辞去大学的工作，专心帮忙打理公司。一切的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。又到了1年年中，江州分公司绩效达全国前3，我带着彭经理和季月来汇报工作。下了动车，我们用滴滴打了辆车，准备直奔总公司大厦。乘客您好，请系好安全带。钱有才戴着口罩，装作不认识我们。我和季月、彭经理互相看看，不约而同地看向窗外，也装作不认识他。人生是一场长跑，上坡和下坡的人总会擦肩而过，只有挺胸抬头的人可以确定自己走的是上坡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